黄欧波先生出生于嘉义市，本名宽和，祖父是前清秀才，父亲也是儒学之士。年幼时就随父母背诵诗歌，7岁时开始上公学校，也就是当时的国民小学。毕业后再进工业学校，开始接触到新式的教育。虽然他已接受新制教育多年，仍旧喜爱传统文学，也喜欢绘画。除了家学渊源的关系，嘉义兴盛的艺文风气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。1930年代的嘉义有好几位画家在台展连续入选并获奖，成为艺坛盛事。他在狐仙花果园的诗文活动中认识了春盟画会的林玉山、黄水文、卢云生等人，这个机缘加强他赴日习画的决心。黄欧波于1937年到东京，进川端画学校习画，在课后曾当报童、劳工或杂志美术设计等工作，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辛生活。1943年回台结婚后，因为他能通中日文，被日军征调至扬州当通译，曾和当地的诗人雅集惆怅，也曾交友写生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两人逃难至上海，再搭船回台湾。因战争动乱，身外之物无存，川端画学校时期的画作以及在扬州郊区的速写全都遗失。返乡次年，正好赶上省展开办，黄欧波从首届起即连续参展，并常常获奖。他的参展成绩一直维持在成功线的高峰。至第11届出品秦守纲位获教育会长奖后，竟然退出省展。他曾说，自本届也就是第11届获奖，即退出公家展览，因为这几年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已在各展览会中获奖或入选，因而不与学生争奖。1956年，黄欧波出品秦守纲位，那一年4月23、24日，塞洛玛台风袭台，造成一些灾害。25日，他在信义路的住家附近，看到电信人员已经爬上电线杆辛勤的工作，对于他们勤守岗位的敬业精神肃然起敬，随即以铅笔速写这一幕感人的情景，再绘制本作品。本幅从地面仰望的角度，描绘5个人忙着工作的姿态与神情。当时台风已离境，偶有强风袭来，被风吹得鼓起来的帆布好像拉起了布幕，让我们看见舞台上聚精费神抢修的台电工人。这件作品的画幅114乘113公分，比油画60号还大一点，甚具分量，令观赏者如有亲临其境的感觉。一幅杰作的背后，往往有一些达成特殊成就的原因。秦守纲位这幅属于人物画。回顾美术史，自从元代文人画兴盛以来，人物画就急速衰弱了。至于台府展以及省展的参展作品中，也都是风景、山水、花鸟画较多，人物画较少。黄欧波曾受严谨的写生训练，
创作时不拘哪一项题材都能得心应手。从他1946至1956参与省展的作品来看，风景、花果、人物画三类都有，但以人物画居多，可称为人物画家。不过这时他才40岁，往后还有多元的发展，没局限于人物画。当时这位人物画家的作品具有特殊的风格，他喜欢探讨小市民的苦乐人生，如1952斜照，画捉迷藏的小孩，表现活泼的童趣；1953年嘉庆，画作昂古贵的老妇人，怀念旧俗民情；1949地下钱庄，画摆摊卖冥纸的妇人，暗讽当年金融失序、物价膨胀、地下钱庄猖獗的情况；1956金枝孟母，画穷困的妇人宁愿迁居市场边，教小孩学摆摊卖东西。这两幅以幽默的手法讽刺时局。1956勤守岗位，则以感恩的心情、庄重的笔调赞扬辛劳的工人。目前我们看到勤守岗位的画面，和他在现场亲眼所见的速写画稿其实有些差别。画稿上有5个人在电线杆上一高一低的板子上工作，只描绘5个人的简略动态。至于正式作品，则详细地描绘出每个人或蹲、或坐、或站的姿态，以及忙着剪接电线的双手，还有专注的眼神，传达出辛勤工作的神韵。本幅的画面还经过画家精心创意的统合处理，在电线杆、木板、竹梯等直线的结构中，加上被风吹扬起来的弧形遮阳布，以及旋转流动感的电线，增添了画面生动的气氛。黄欧波画勤守岗位，能生动地描绘人物姿态、表情、神韵，不仅仅是累积绘画的经验，他平时就关心小市民的生活，常常观察、体会他们的心情。曾写过评事、按摩女、老妓、导游小姐、歌星等多首小人物的诗歌，还写过一出诙谐的剧本《秦少爷选妻》，演出后甚受欢迎。1953年，新竹号角出版社特别发行2万本。戏剧编写时，作者在脑海中需想象如何安排舞台上的主角、配角的位置，如何描述他们的动作与表情。诗歌、剧作虽然与绘画没有直接相关，但是这些经验和磨练，无形中都是促成勤守岗位成为一幅时代杰作的重要因素。